行金库听说过，抢银行招牌的还是头一次见。事情是这样的，被中资救活并成功跻身全球前3的芯片巨头安氏半导体，一夜之间被所在国荷兰接管了。听到这个消息，有网友不禁感慨，荷兰的历史果然还是延续下来了。但是他们或许忘了，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面对对方抢户口本的行为，家具家电在我们这边反制措施，一动手，对方势必会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到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我方是如何做到一高反杀的？要想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先捋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9月30号，荷兰海牙那边一纸命令直接对准了安氏半导体这家公司。什么来头？我们打个比方，安氏半导体的前世就像是豪门家族里的一个庶出儿子，他原本是荷兰芯片巨头恩智浦手下一个叫做标准产品事业部的部门，主要生产一些二极管、晶体管这类看起来不起眼但哪儿都离不开的基础元器件。在恩智浦眼里，这个业务赚钱不够快，属于非核心业务，有点像个不良资产，所以就琢磨着把它卖掉换钱，好集中精力去搞更尖端的芯片。所以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是人家自己不想玩了，要卖我们才去买，这是一个你情我愿、合理合法的商业买卖。然后高潮来了，我们中国的一家手机代工企业文泰科技上演了一出蛇吞象的大戏。你想啊，一个做手机组装的要去收购一个老牌半导体公司的核心部门，这难度有多大？但文泰科技就有这个魄力和眼光。从2018年开始，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花了超过330亿人民币，用了差不多3年时间，硬是100%全资收购了安氏半导体。这笔交易在当时可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最大的一笔海外并购，绝对是里程碑事件。最关键的是，整个收购过程当时是获得了包括荷兰政府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批准的，手续齐全，合理合法。荷兰政府当时可没说什么国家安全问题，中资接手之后干了啥呢？可不是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搞什么技术掠夺，恰恰相反，我们是实打实的苦心经营文泰科技，不但没有瞎指挥，反而保持了原来管理团队的稳定，然后大手笔的往里砸钱搞研发。我给大家说个数据，从2019年到2024年，安氏半导体的研发投入暴增了153%，结果就是这家公司被我们盘活了，而且活得特别精彩，全球排名从收购时的第11位一路狂飙到了第3位，在很多细分领域，比如小信号、二极管和车用公寓器件上都做到了全球数1数2，营收和利润比起被收购前差不多翻了1倍。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资本和中国市场把一个快要被边缘化的业务给养成了行业内的一个高富帅。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吧？为什么说荷兰和美国是养肥了再抢？就是因为当安氏半导体在我们手上价值最大化，并且和中国产业链深度绑定，谁也离不开的时候，他们眼红了，坐不住了。美国先在2024年底把文泰科技拉进实体清单，然后在2025年9月29号又搞了个穿透规则，意思是老子不仅打你，连你的儿子孙子一起打。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24小时，荷兰政府就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出手了，搬出一部1952年的冷战老法律，以莫须有的治理缺陷为名，强行冻结资产，夺走控制权。这种配合，这种默契，这种时间上的无缝衔接，你还觉得这只是简单的商业纠纷吗？这根本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地缘政治打压。他们的算盘是，等中资把企业做大做强，养得肥肥的了，我再利用政治力量巧取豪夺，直接把胜利果实抢过来。但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他们只抢走了户口本，却忘了真正的家当全在中国。而这个致命的误判，直接引发了接下来那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中国反击战。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抢走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招牌，真正的王牌和命脉一直牢牢握在我们手里。就在10月4号，我们商务部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绝杀，对安氏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它在中国生产的芯片和相关组件出口。这一招为什么是神来之笔？为什么是反向卡脖子？我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逻辑。荷兰人抢走的是公司的户口本，没错，从法律上讲，这家公司归你管了，但是这家公司的身体，它的造血工厂，也就是超过80%的产能，全都在我们中国，核心就在广东东莞那个占地10万平方米，有几千名工程师和工人的大本营。你荷兰拿着户口本得意洋洋，以为当了家做了主，可对不起，我这边直接把水电煤气，也就是生产的芯片给你断了供。这就好比你抢走了人家的房产证、户口本，以为房子就是你的了，可你没发现，所有的门窗家具甚至承重墙都在我手里。我只要把大门一锁，你拿着那个红本本，
连门都进不去。这下效果可太神奇了，我们这边禁令刚出，欧洲和美国那边直接就炸锅了。最先跳下来的不是荷兰政府，而是宝马、大众、奔驰等16家欧洲车企，还有美国的汽车联盟。他们为啥急眼了？因为安氏半导体的芯片是他们汽车里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我们这边一断供，他们那边的生产线分分钟就要停摆，这就应了我们网友那句神评论：中国这边刚断供，荷兰那边就被架上火烤。荷兰政府瞬间从容的慌张，他们原本想抢个金娃娃，结果抱回去的是个瞬间引爆的炸弹。所以朋友们这一手反击，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我们直接跳出了他们设定的棋盘，在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领域，也就是全球最强大、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产能上轻轻落下一子，这就叫降维打击，这就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充分说明了一个硬道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条文及股权契约这些纸面权利固然重要，但真正硬核的、能定干坤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业产能和供应链话语权。你抢走了纸面上的所有权，但我掌握着现实世界里的生产力。这场交锋不仅是一次漂亮的商业反杀，更是一次生动的全球教学，告诉所有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核心地位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事情探讨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商务部的反击能这么精准、这么迅速，而且效果这么立竿见影？为什么我们能有这样的底气？在面对荷兰和美国这种组合拳时，一点都不慌，只用了一招出口管制就让对方阵脚大乱。这就要聊聊我们背后最硬的底气——断崖式最强工业国的实在的力量。这可不是我瞎吹，是有硬核数据支撑的。首先，我们拥有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话什么意思？通俗点说，就是从一颗最小的螺丝钉到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从盖楼的钢筋水泥到手机电脑里的芯片，所有工业门类我们全都有。联合国产业分类里的所有项目，我们是唯一一个全部搞定的国家。这就好比一个超级巨人，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有一套完整能自我循环的工业骨架。任何国家的工业项目，你想完全绕开中国自己玩，对不起，难度极大。正是这套完整的骨架，给了我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战略自信的根本底气。其次，我们掌握着全球工业的血液基础原材料。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我们中国生产了全球大约1半的钢铁、铝、水泥这些最基础的材料。您想想，现在世界上哪一栋高楼、哪一座大桥、哪一辆汽车、哪一部手机能离得开这些玩意儿？我们相当于给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最基础的粮食。你那边想搞建设、想造产品，源头活水很大一部分得从咱这儿流过去。第三，我们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电力大国。现在是电气时代，啥玩意儿能离开电？而中国的发电量占了全球差不多1/3。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工人用电量占了全球1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工厂的能量心脏有一大半在中国强劲地跳动。谁掌握了电，谁就掌握了驱动这个工业时代的命脉。第四，在代表未来的新能源和关键资源领域，我们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是我们造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60%。更厉害的是，像锂钴这些造电池的关键矿产，我们掌握了全球绝大部分的精炼加工能力。这意味着未来能源革命的钥匙很大一部分也攥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家把这些串起来看就明白了。我们有最全的工业骨架，完整产业门类，流淌着最澎湃的工业血液基础材料，跳动着最强劲的能量心脏，电力供应还握着通向未来的能源钥匙，新能源与关键资源。这种综合起来的力量是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有分析说，中国现在的工业总产能比西方及其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所以说，安氏半导体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微小的缩影。你抢走一张股权证明很容易，但你搬不走中国庞大的工厂、熟练的工人和完整的产业链。我们的底气就来自于这深不见底的工业实力，这才是我们能够从容面对任何挑战，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并且一定能赢取最后胜利的最坚实的底牌。这就是中国作为断崖式最强工业国的自省之源。所以朋友们，这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博弈揭示了一个清晰的现实：时代已经变了。当一些人还沉浸在旧日的霸权思维中，试图通过抢夺户口本来掌控一切时，他们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逻辑。真正的力量不再仅仅源于纸面的规则与契约，而是深植于坚实的工业、根基完备的产业链条和强大的现实生产力之中。这份底气才是今天我们面对风浪时能够从容不迫、果断反杀的终极王牌。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剩几颗了，且行且珍惜。而这一切的根基，正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铸就的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伟大工业奇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硬通货。